嗨，歡迎收看週末黑手黨。我桌上這一堆就是用雷射切割機切出來的。因為我們之前開箱啊，我就說，因為我們這邊沒有高壓的氣體啊，所以我們就是用一般空壓機，所以導致它這個產生的毛邊有一點厚啊。毛邊很厚，但是更神奇的是，有一邊很厚，有一邊是幾乎就是沒有。現在這4個角落，你看這3個就很小，然後這一片特別的厚。我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，然後上網查了一下，他說雷射的光源跟聚焦鏡沒有很中心的話，會導致有一個方向的毛邊會非常的厚。好，反正那機器也就這樣，就是只能裝上去而已，我也沒辦法去調聚焦鏡。東西都少量的時候，1、2塊的時候，沒什麼感覺嘛，就砂輪機拿着磨一磨就好了，反正就幾塊而已，花一點時間把它磨一磨。可是當我想要做一個模組化的東西的時候，就需要大量的這個，像我要做這個方塊啊，大概要3種零件，然後每一個零件大概200多塊，然後在割的時候非常的開心，就這樣放着一整片夾上去，然後就呲，然後一片一片掉下來，我很開心，大概花了半小時我就割了一大堆了。但是讓我頭痛的問題來了，然後拿起來，這毛邊這麼厚，如果我要像之前拿砂輪機一個一個磨，到底要花多少時間啊？所以這一集我們來實測一些我現有工具研磨這些毛邊的方法，看哪一個比較快，比較有效率。那我們就先來測試。好，所以我就做了一塊這個字具，就可以剛好把這個放進去。然後我們等一下實測就是這個啊，每一個方法我都放10片，然後我們就去取平均值，看哪一個時間比較快。那我們就開始來測試了。好，這是一般就是我們這邊一面是砂紙嘛，然後一面是平的。所以它在磨就是只有這裡，然後會慢慢磨損下去，大部分都是會這個麵包狀下去。那我們就先刺這一個，好，開始。好，這個時間平均我們10塊，27、28秒磨了一片，所以200片的話，大概就是做1個半小時。好，這10片我們測試完了，然後這一次我們一樣砂輪機，因為我有一次在五金行看到一個很神奇的砂輪片，所以我買了幾片，然後我們來玩看看。它是長這個樣子，是直接只有貼那個，沒有後面這個硬硬的地方。我們來玩看看這個效率有沒有比較好。好，再我們做下一個測試，然後開始。好，我們剛剛那個磨起來，大概平均一格大概46秒附近。好，然後我們剛剛用砂輪機測試了這2種砂輪片，然後這種後面有硬紙板的，相對比較好用。雖然說它會變有一個圓弧狀，到後面就是要越裡面才有磨的力量，但是它至少這邊是有一個支撐的，所以我們在壓下去的時候，力量比較好傳達到我們要磨的地方。然後這個就是因為它這個比較軟。這壓下去，它會隨着我們壓下去的力量，這個砂紙會去變形。然後我們一開始磨的時候，這個砂紙還比較粗的時候，還蠻有力的。當我磨到第2顆、第3顆的時候，就感覺到，我下壓下去沒有那種被磨開的感覺。所以這種應該是適合在輕磨、在拋光的時候比較適合。好，那我們這2樣測試完了，我們就來換下一個東西。好，下一個我們就拿這個。人稱小烏龜，然後一樣，我們一樣來測試10片。好，那我們就用小烏龜來測試。好了，本來想說這個東西可以讓我磨完10片，結果大概第9片的時候就感覺不妙啊！你看，剛剛好像磨超久的啊。然後之後我就又換了一片新的，就比較好了。最後一個新的磨起來就是比較漂亮。這樣子，剛剛的時間啊，平均大概67.9秒，有一點扯啊！一塊膠磨超過1分鐘啊，而且還撐不掉10片啊！這是80號的但是它磨起來的光滑度很好。就漂亮了很多。好，那我們來想看看還有什麼可以來測試。好，在這裡我們有一台砂帶機。平常我在看影片的話，應該有那種斷刀大賽那一種，就看到用砂輪機，然後他們不是會夾着，
然後去推這個平台前後去磨那個刀子，然後我們就仿效他們，我們做一個類似的東西。為什麼會用這個機構呢？因為其實它這一台機非常可怕，它線速度超快的。你看這個是用1碼半的馬達，有沒有發現它的殺傷力非常可怕？你看這種東西，你有可能手拿着，然後這樣子磨嗎？當然你的手指頭可能會越磨越短，然後磨一磨變哆啦 A 夢，所以這種太可怕了，所以我們不要手直接去接觸它，所以我們就設計了這一個，可以讓我這樣子前後，一樣，我們要放的東西跟剛剛一樣。好，然後這個一樣，我們這裡有一個平台，然後我們就把這一塊字距鎖上去。好，那我們剛剛10個磨完了，大概花了24秒附近。然後要我說心的話，實在是太可怕了。你看，有時候東西進去，如果我们慢慢拉、慢慢拉、慢慢拉還好；如果我們進去快一點，那一塊可能就直接咻，就直接被拉出去了。因為我們這是用自鋸的，不然正常是應該要固定。可是這麼薄的東西，這東西尷尬就是，你看人家那個斷刀大賽那個，人家基本上那個都是鐵，所以磁鐵是可以吸住的，所以他們基本上是可以磁鐵吸着，然後這樣磨。然後我們這不行啊，因為這是不鏽鋼啊。不鏽鋼你沒辦法把它吸住啊，然後它又很薄，你又不好夾啊，所以我們就只能大家用這個方法。不過這個在用有一點可怕啦，就是像這樣子，它就會自己掉下去。而且另外一個麻煩的點就在它這個地方，它停止的時間有一點長啊，因為我們為了安全，我們一定是做完一個停止，然後我們再放下一個，然後操作上會比較安全。不過它停止時間有一點長啊，所以導致它其實它這裡磨很快，可是我們在換下一塊的時候，我們都在等它停下來再放下一個。好，這個測起來有一點可怕，雖然說效率有一點高，可是因為這個比較粗，所以它磨起來是超級醜的啦，就磨起來非常的粗糙。如果要用的話，可能就變成你要先大概磨這一個，然後我們再用砂輪機用細一點的再把它修乾淨一點。好，我們剛剛測試了4種東西，這是第一種最不想面對，想說有沒有砂輪機以外更快的方法，結果是有找到，就是我們用砂帶機，但是它有點可怕啊。就是如果有時候你看那影片，有時候磨一磨磨不好就咻就飛出去了，因為這個不好夾啦，是吧？如果是鐵的材質可以用磁鐵的話，也沒有這個問題。但是因為這是不鏽鋼，所以自鋸，然後你也不能可能把自鋸做太緊，不然你會不好放。快是快，但是非常可怕。如果比較好的固定方式的話，其實用砂帶機是比較好的。像如果是鐵的材質，你可以用磁吸座吸着，然後這樣子去碰一下。它那很快就會把它磨平了。因為我們這個是靠切線，所以切線你一定要慢慢的移動。你要移動突然快的話，就是有一些點會沒磨到。所以這個快是快，但是非常的可怕。然後這個雖然說磨起來的面蠻好的啦，但是有一點費砂紙啊，所以這個就不考慮了。然後這效率也不好。然後這個是我覺得是它拿來細磨東西比較好用，因為它這是軟的，所以避免你出力出太大。它可以這邊可以幫你緩衝，然後你在磨的面會比較平順。所以最後綜合這一些考量之後，我們還是要用砂輪片比較快，所以我還是得花快2個小時把這一堆東西磨一磨。還是我們的觀眾，我們厲害的網友有沒有更厲害的方法，在這種不鏽鋼板，然後上面要把毛邊磨掉的方式，有沒有更快的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然後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咯。然後我就是繼續面對我這一堆不鏽鋼片的。好，下次再見。好，我們正常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。然後後面有我們那個砂帶機那個自鋸的制作過程，然後其中有一些小彩蛋啦，有興趣可以看一下。想說我們借助這個砂帶機，不過有個問題啊，就是這個東西這樣磨可以，但是如果我裡面要磨，我這邊太薄了。我要貼住它，而且它這個轉速超快的，我可能會抓不住，然後我手有可能會越磨越短，
我覺得這樣太危險，所以我不喜歡這樣。然後更麻煩的點是，如果它是鐵的我們還可以用磁吸座把它吸着，然後這樣子間接的去磨它，因為我們不能吸嘛，所以我直接手這樣磨一定很可怕，而且沒抓準的話會往這裡掉下來，會卡住，對，這樣是太危險。所以我們一定要想一個方法，就是把我們的東西固定住，然後我去前後磨它。因為這樣會被地心引力影響，會直接掉下去，所以我們會字句會想要直接往下面這裡，因為沙袋這下面是露出來的，所以表示東西是可以在這邊研磨的。所以它這上面剛好有一個平台，然後我們就靠這個方法，我們等一下調看它可不可以拿來讓我裝個滑軌，然後這東西在上面然後直接滑動。好，那我們來調看看。好，它這裡調鬆之後，它的軸心這邊有一個，這裡可以旋轉。然後旋轉之後，這個平台也是可以用。我們這邊有一個現成的滑軌。如果我現在把它調來下面這個空間不夠，會剛好磨到這一支，所以我們就不能靠這一塊。我們可能要先把這個拆掉。好，這先拆掉。好，這拆掉之後，這裡就有一個長方孔，所以可以讓我們上下調。大家去找一塊角鋁，然後大概這個形狀。然後我滑軌可以鎖在它上面，然後這一支就可以這樣動。然後我們先來處理這個地方，然後我們就先這樣子，然後把它鎖上去。鎖上去之後，我在想因為我們這個要磨的位置一定是高低是一定要調整的嘛。然後它這裡剛好這裡有一個平面。然後我們這裡裝一塊，這個就是我們做一個基準面，所以我們在移動的時候，它就是我們都會只是貼着這個面，那我們在移動就會趨近於垂直的狀態。所以我們這一塊角鋁就是這裡有洞，然後我這一塊把它鎖在這上面，把它鎖這樣子，然後讓它在這邊移動的時候是比較好調整高度的。然後這裡好了，因為這裡是線軌，我們要固定在這上面。因為線軌的洞是這樣子，線軌洞是這樣，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是翻過來，然後這邊鑽孔剛好把這一塊鎖起來，那我們就剛好可以固定成這樣子，然後這裡就可以拉動了。然後至於上面的字句，我們這裡先做好，我們再想看看。我們就可以靠着這层靠面，我们的調整就比較不會跑掉，就會保持垂直。好，那你看我們這樣子調整就可以這樣子上下調整。因為對這個圓來說都是一個切線而已，所以我們到時候就是這裡再設計一個可以調高度的地方就好了。那我們這裡先鎖起來，鎖上我們的滑軌。好，那我們把滑塊鎖在這邊，那我們滑軌就可以這樣前後移動。然後在磨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這樣磨。所以我們這裡上面少一個平台，所以我們上面等一下就再固定一個平台在這裡。好，然後我們這個平面，等一下我們就是鑽孔把它固定上去。好啦，如果看到窗戶是破掉的，請先不要在意，然後讓我娓娓的道來。我們本來不是做了，我們要開始研磨，想說我們測試一下嘛，就是那個我們調高度的，我們想說我們先測試完之後再來做。好，結果我們就是先裝上去，然後開下去，這個馬達的線速度太快了，等於我東西一進去，然後它就從這裡磨掉。然後這一塊承受了它不該承受的力量，因為它就從這裡斷掉。我們剛剛不就是鎖在這裡嘛，鎖在這裡斷掉，所以它就從這裡，然後整座從這邊飛出去，砰！然後我的玻璃就破掉了。然後我這個看了一下，
這是情有可原的因為這個地方本來就是做一個長方孔讓你做調整的，它也不是本來做這件事情的。然後這一塊我覺得這樣子它強度這樣不行，所以我決定我再拿一塊鋁板，然後做一個這個，然後把它補強一點，然後看會不會有問題。然後這一次我也順便把調高度的也一起弄上去好了，避免再發生意外啊。好，那我們就先來做我們這一塊支撐板。好，這一塊我做好了，你看形狀相當的簡單，而且這一次我補2個，我鎖2個，總會比較堅固了吧？可以看到原本就是這一個長方孔，然後我這裡再補一條，讓它鎖2個。因為它這一塊比較麻煩，是它的鎖孔是在這邊。我們如果是調在這邊，那這個都很好調，因為它正常是調這個方向，轉到這我們要整個轉到這邊垂直的，所以它這個螺絲等於在這個方向，這個方向非常難轉。所以我這一次重新改了，我就把它設計在正面，所以我們等一下這樣放進去，我就比較好調整我的鬆緊，然後我的這樣子從正面就可以轉螺絲了。好，那我們先把這一塊鎖上去。好，然后我們把它這一次做起來，我這裡鎖這樣子看起來就比較堅固了，這樣應該承受得住這樣子拉過去的力量。好，所以這個強度夠了，那我們就來把我們那個調整裝置順便鎖上去。好，那這是我們的調整塊，然後這邊就做了一些很特別的設計，這就是我的牙條，然後前面車一個柱子，然後這邊破一個鈎。如果以正常的方法，就是要這裡用一個指腹，然後鎖着。可是我覺得它東西都會掉來掉去，所以我這一次就是設計，我直接從這裡破開一個鈎，然後這一個鐵我做了一個 U 字形，所以我可以從這邊直接插進去。然後這裡有4個孔，所以我們只要這樣鎖起來，這一塊它就不會亂動，然後讓我們這個在旋轉上它也就不會亂晃，這個搖晃程度就會比較小。然後那我們就把這個鎖上去了。好，然後這個一樣，我們這裡有個平台，然後我們就把這一塊字距鎖上去。